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金井一章院长所著的《名医教你零炎症习惯》这本书。最近您是否感觉身体状况不佳，仿佛突然间衰老了许多？这种感觉在很多人中并不罕见。究其原因，其实是您体内潜藏的隐性炎症在作祟。这种微小的炎症不仅会导致皱纹和松弛，还可能成为肥胖、衰老以及各种疾病的元凶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隐性炎症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让体内年龄老化10倍；第二，减少炎症的最强食物和引发炎症的最差食物总结；第三，了解口呼吸引发的慢性炎症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隐性炎症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让体内年龄老化10倍。隐性炎症是让身体老化并引发疾病的重要原因。作者在日常诊疗中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。事实上，作者发现，最近许多30到50岁正值壮年的患者，以及少部分10几岁的年轻人，都表现出心情低落、疲惫不堪、无精打采的症状。然而，这些患者往往没有发烧或其他明显的症状，许多人还将缺乏动力归咎于自身。然而，作者对这些患者表示，这不是您的错，也不是您的心理问题，而是您体内的炎症所致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，在来诊的患者中，有98%的人都存在喉部炎症，但只有约40%的患者有喉咙痛或喉咙不适等自觉症状。这意味着超过1半的患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体内存在炎症。而当喉部炎症得到治疗后，患者的身体状况迅速好转，情绪也随之变得更加积极。您可能会疑惑，通过抑制喉部炎症真的能够改善精神状态吗？事实上，炎症的危害确实如此之大，消除炎症能够为我们的健康带来巨大的益处。因此，如果您最近感到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，那么真正夺走您动力和体力的罪魁祸首可能是您体内的炎症。实际上，本书中介绍了许多通过消除炎症而迅速恢复健康的患者案例。例如，一位30多岁的女性在感染新冠后，1年多来一直感到身体不适，疲惫得无法做家务，甚至连遛狗都做不到，工作也因此无法继续。然而，在接受喉咙治疗后，她的健康迅速恢复，4个月后就完全恢复了活力，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。另一个例子是一位40多岁的教师，由于新冠后遗症导致持续的痛苦症状，尝试了各种药物，但毫无改善，最终甚至被怀疑是心理问题，被建议去看精神科医生。然而，作者在诊查后发现，他的喉咙仍然有严重的炎症。在治疗后，他的呼吸困难迅速消失，恢复了以前的工作能力，再次充满活力。正如这些案例所示，消除炎症可以显著改善身体状况，使身体感觉轻松，仿佛过去的身体不适从未存在过。作者在治疗了众多患者后，发现消除炎症后，患者们普遍恢复了元气，表情也变得更加开朗。因此，如果您轻视炎症并放任不管，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而且，炎症不仅会出现在喉咙，还可能潜藏在体内的各个部位。当这些隐性炎症持续存在时，会逐渐耗尽体力，导致能量不足，并引发更多疾病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些炎症会蔓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，即使原本没有炎症的地方也可能受到影响，从而加速炎症的扩散。炎症不仅会破坏健康的器官，使疾病加重，还与身体的老化现象密切相关。您可能发现，有些人在实际年龄上显得比同龄人年轻，而有些人则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得多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个人老化速度的差异会越来越明显。这种差异的根源，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，在于体内的炎症。那些体内存在炎症的人，皮肤容易松弛，皱纹和色斑也会增多，因此更容易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。相反，体内炎症较少的人则显得更为年轻。无论是外貌还是身体状况，要保持年轻、有活力、
免疫力强的身体，并且健康长寿。最重要的就是消除体内的炎症。那么从这里开始，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炎症。炎症是一个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极其重要的话题，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炎症的认识。许多人在听到炎症这个词时，可能会想到，例如感冒时喉咙发红、吞咽时感到疼痛，或是摔倒后擦伤的地方变红肿胀，或者被蚊子叮咬后红肿并伴有刺痛感。确实，这些症状在当时很难受，但大多是暂时的，逐渐会消退并恢复正常。然而，有时身体的某些部位会长期持续发炎，这就是本书探讨的主题——隐性炎症。通常情况下，隐性炎症也被称为慢性炎症。近年来，研究逐渐揭示出，这种长期持续的炎症与多种疾病有关。炎症的持续会损伤细胞和血管，使它们逐渐退化，从而引发疾病，例如常见的癌症、心肌梗塞、认知症、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，或者哮喘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特应性皮炎、抑郁症等疾病，都可能是长期炎症导致的。作者指出，长期炎症还与人们普遍讨厌的老化密切相关。如果炎症持续存在并伤害到皮肤细胞，就会导致色斑、皱纹的形成，皮肤逐渐松弛。如果头皮发生炎症持续存在，还可能引发脱发和白发等头发问题。很多人可能会认为，皮肤松弛或脱发是因为年纪大了无法避免的情况，但实际上，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炎症加速了衰老而导致的。不仅是疾病和衰老，慢性炎症还可能与新冠后遗症有关。通常情况下，当感染了新冠病毒后，急性炎症会产生，免疫细胞会消灭病毒，炎症应该会消退，身体也会逐渐恢复。但由于某些原因，新冠感染可能会引发慢性炎症，即使病毒已经无法检测到，身体的不适症状仍会持续。作者的诊所里接待了许多被认为是新冠后遗症的患者，他们常常会报告以下症状：倦怠感、呼吸急促、脑雾般的迷糊感、无法集中注意力、健忘、低烧、嗅觉或味觉异常、抑郁症等。慢性炎症引发的疾病种类非常多，而其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表现出强烈的症状，因此即使您感到身体不适，大多数情况下您自己也无法察觉。等到没有明显症状的炎症在某个部位持续存在，最终导致细胞破坏、器官和血管的功能下降时，您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患病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慢性炎症被称为沉默的杀手。例如，慢性炎症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进展，从而引发心肌梗塞或脑梗塞等危及生命的疾病。动脉硬化是指原本富有弹性且柔韧的血管变得僵硬脆弱，简单来说就是血管老化。过去人们认为动脉硬化的原因是血管内脂质过多积累，但最近研究表明，慢性炎症与动脉硬化的恶化密切相关。此外，肝脏炎症持续超过6个月的状态被称为慢性肝炎，而慢性肝炎容易发展成肝硬化、肝癌等更严重的疾病。同样，胃部的慢性炎症也可能导致慢性胃炎。如果这种炎症长期持续，可能会发展成胃癌。感染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，炎症会蔓延，引发更多的疾病。当炎症发生时，体内会产生一种称为细胞因子的炎症物质，细胞因子会向身体传递信息，告知有异物入侵，并促使炎症发生。对于免疫功能来说，细胞因子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如果炎症持续时间过长，这些细胞因子会过度产生，从而进一步促进炎症。而且，细胞因子不仅会局限在炎症部位，还会通过进入损伤部位，扩散到全身，引发各种疾病。例如，牙周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当感染了牙周病菌并引发炎症时，炎症物质会通过血管传播至全身，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。因此，慢性炎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扩散，这意味着一个部位的炎症
可能会引发其他部位的炎症，例如口腔中的炎症，甚至可能导致脑部炎症。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由炎症引发的疾病，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。炎症可以发生在所有的内脏、器官以及身体的各个角落，而且一旦炎症扩散到全身，会逐渐削弱身体的功能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如此可怕的慢性炎症呢？慢性炎症的原因有很多种，比如感冒引起的喉咙痛、牙周病、胃炎等，这些情况通常由细菌或病毒引起。此外，虫毒或排气中的有害物质也可能是炎症的原因。然而，引发慢性炎症的原因不仅仅是外来的异物或毒素，体内产生的物质也可能成为诱因。其中一种物质是被称为 Ages 的物质，它被认为是身体的焦糖化产物；另一种是活性氧，通常被称为身体的锈剂。首先，我将简要介绍一下 Ages。Ages 是通过糖化过程生成的物质。糖化是指糖与蛋白质结合并发生裂化的过程。例如，当我们烤煎饼时，表面形成的金黄色部分就是糖化的结果。这是由于煎饼中的蛋白质与糖结合并发生反应，从而生成了褐色的 Ages。因此，糖化也被称为身体的焦化现象。实际上，糖化产生的 Ages 被认为是一种促使衰老的有害物质。例如，皮肤的暗沉就是由于皮肤的焦化造成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皮肤色调变暗，就是因为 Ages 的堆积使皮肤焦化了。此外，皮肤变得褐色并且暗沉，是由于皮肤细胞中的糖化反应生成了褐色的 Ages。如果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发生糖化，那么胶原蛋白就会变性，导致皮肤失去弹性，形成色斑和松弛等老化现象。糖化产生的 Ages 会损害细胞，而一旦细胞受损，身体会通过防御反应引发炎症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生，就会导致慢性炎症。因此，为了减少体内的焦化现象，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是非常重要的。当血液中多余的糖分增加时，它会与蛋白质结合，形成 Ages， 从而加剧体内的焦化。因此，从防止老化的角度来看，控制血糖水平非常重要。为了避免血糖急剧上升，保持适当的运动，先吃蔬菜，以及避免食用甜点、蛋糕和甜饮料等甜食都非常关键。关于体内的焦化 Ages 的部分就介绍到这里。接下来，我将简要讲解一下被称为身体锈蚀的活性氧。Ages 被称为身体的焦化，而活性氧则通常被称为身体的锈蚀。活性氧是通过呼吸吸入的氧气产生的物质，原本对我们的身体是必要的。但如果由于某些原因，活性氧过度增加，它会攻击并损伤正常细胞，最终导致慢性炎症的发生。虽然我们的身体本身具有清除过多活性氧的抗氧化能力，但研究表明，这种抗氧化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。因此，通过饮食摄入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，对防止老化非常重要。可能有些意外的是，肥胖也是引发慢性炎症的一个风险因素。脂肪细胞的主要功能是储存脂肪，但其容量是有限的。一旦肥胖导致脂肪细胞超出其容量，细胞就会被破坏，从而激活白细胞的功能。此外，肥胖还会减少抑制炎症物质的分泌，这也是肥胖导致慢性炎症的原因。因此，如果想减少慢性炎症，减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通过运动和健康的饮食减少被认为危险的内脏脂肪至关重要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我将讲解减少炎症的最强食物和引发炎症的最差食物总结。那么现在，首先我将从与炎症密切相关的食物开始讲解。我相信大家一定对哪些食物会引发炎症，哪些食物可以减少炎症感到好奇。在介绍具体食物之前，我想先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那就是预防和改善慢性炎症的关键是绝对不能过度进食。此外，过度进食还会导致名为长寿基因的基因失效。简单来说，这个长寿基因的作用是抑制老化，
但如果过度进食，这个基因就不能正常工作，从而无法抑制老化。因此，无论是为了抑制慢性炎症，还是为了防止老化，都必须避免过度进食。为了激活长寿基因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控制饮食，做到8分饱。当您觉得还想再吃一点或再点一道菜的时候，能够放下筷子，心满意足地说谢谢款待，这样可以帮助预防慢性炎症和老化。此外，注意进餐时间也可以帮助减少慢性炎症。大家平时是什么时候吃饭的呢？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到了午餐或晚餐时间就开始吃，即使不饿也如此。但是身体可能并不真的需要那时的食物。为了激活长寿基因，创造感到饥饿的时间非常重要。此外，餐与餐之间保持较长的间隔也是激活长寿基因的一个关键点。具体来说，建议每天保持12到16小时的不进食时间，这样可以激活长寿基因，有助于年轻化。例如，可以考虑在晚上7点吃晚餐，第二天早上7点吃早餐，这样可以确保12小时的不进食时间。虽然社会上常常强调规律饮食的重要性，但过度坚持1天3餐，甚至在没有饥饿感时也进食，可能反而对身体造成负担。饮食的时间应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调整，而不是单纯按时间表来安排。应该注意聆听自己的身体，尽量在感到真正饥饿时再进食。如果发现晚餐时间到了，但并不感到饿，那么可以只吃一些沙拉或者只喝些蔬菜汁，这样可以帮助预防慢性炎症和老化。另外一个重要的预防慢性炎症的方法是要好好咀嚼食物，这是因为唾液在咀嚼过程中分泌，唾液可以帮助去除体内的活性氧，这些活性氧会导致体内的生锈问题。如果唾液分泌充足，可以更有效地预防感染导致的炎症。尽管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唾液实际上是保护我们的重要因素，因此在每天的饮食中，建议每口食物咀嚼30次，以促进唾液分泌。然而，现今许多食物都变得很软，使得咀嚼次数比以前减少。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咀嚼所需的肌肉退化，从而形成恶性循环，使得硬食物难以咀嚼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建议在日常饮食中加入一些坚硬且需要咀嚼的食物，例如根菜类、坚果、整块肉或选择糙米等。通过这样的饮食习惯，可以有效预防肥胖。研究表明，吃得越快，肥胖的风险越高。因此，为了预防肥胖及由肥胖引发的炎症，建议大家注意咀嚼食物，尽量吃一些硬的食物。同时，为了控制血糖水平，减少 AGEs 的增加，也建议将碳水化合物放在餐末食用，形成习惯。这有助于抑制血糖上升，从而抑制 AGEs 的增加，最终有助于防止老化和炎症。接下来，我将具体介绍一些有助于减少炎症的食物。首先推荐的是骨汤。骨汤是用肉类或鱼类的骨头和皮制作的汤，比如牛骨、猪骨、鸡骨，甚至鱼、虾、蟹等。制作骨汤的方法可以通过搜索食谱找到。平时我们往往会把骨头等丢掉，但其实骨头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钙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是一种超级食品。饮用骨汤有助于肠道健康，肠道状态对减少炎症至关重要。如果肠道受损或肠道环境失衡，炎症物质可能会漏出，导致全身炎症。因此，虽然大家可能不习惯喝骨汤，但它不仅美味，而且对健康有益。此外，保持肠道健康对于减少炎症也很重要。每天摄入发酵食品如酸奶、泡菜、红茶、蘑菇等，对抑制炎症非常有效。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，摄入这些发酵食品的人群，其肠道细菌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。这表明发酵食品不仅能调节肠道，还能有效减少慢性炎症。因此，建议每天吃1包纳豆，或者将自己喜欢的发酵食品积极加入每日饮食中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清除炎症原因的多酚类物质。
多酚是抗氧化物质的一种，能够去除体内引发炎症的活性氧，抑制氧化反应。多酚的代表性食物包括纳豆、豆浆、豆腐、高可可含量的巧克力、带皮的生姜、咖啡、绿茶等。摄入这些食物可以帮助去除活性氧，从而减少炎症。最后要介绍的是健康香料中的王者——姜黄。实际上，姜黄被发现具有抑制炎症的效果，目前受到了广泛关注。姜黄是一种在超市里很容易获得的香料，可以广泛应用于除咖喱之外的各种菜肴中。您可以尝试将姜黄添加到骨汤中，或者在炒菜时加入，发挥它的作用。另一个能够抑制炎症的食物是青鱼的脂肪。鱼油中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这些成分具有强大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。其中以 EPA 和 DHA 的健康效益最为著名。这些成分大量存在于青鱼，如青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、金枪鱼等中。如果您觉得自己做鱼有些困难，也可以选择罐头鱼。罐头鱼不仅省去了烹饪的麻烦，还可以连骨头一起食用，非常方便。因此，可以积极利用罐头鱼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介绍了许多能减少炎症的优秀食物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些会引发炎症的食物，这些食物最好避免食用。首先要介绍的是引发炎症的最糟糕食物——小麦粉。平时大家常吃的面包、面条、拉面、意大利面等，实际上可能成为引发慢性炎症的原因。这些食物的共同点在于，它们都是由小麦制成的。小麦中的面筋在某些人身上长期摄入可能会导致肠道出现慢性炎症。关于血糖值，如果血糖值急剧上升，会产生 ages， 这会导致老化和慢性炎症。因此，避免立即食用感觉很甜的食物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您尝了一口食物，觉得这个食物很甜，那么最好不要继续吃，特别是加工食品中往往含有大量糖分，所以需要特别注意。水果虽然对身体有益，但也要注意摄入量。大规模的研究已经表明水果有健康效益，但过量食用仍然不可取。即使是健康的食物，也不能随意吃得过多，应控制在适量范围内，这样水果才能带来最佳的健康效果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了解口呼吸引发的慢性炎症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首先，如果您现在是口呼吸，建议改为鼻呼吸。用嘴呼吸会让病毒和细菌等有害物质更容易进入体内，长期的有害物质侵入会显著增加慢性炎症的风险。相反，通过鼻子呼吸，鼻子可以起到空气净化器的作用，显著降低炎症的风险。鼻毛会阻挡空气中的尘埃和花粉，鼻腔的黏膜和细小的纤毛会过滤掉细菌和病毒等有害物质。为了让空气净化器发挥最佳效果，过滤器需要定期清洁，同样，鼻子也需要每日护理。为了预防慢性炎症，建议进行鼻腔冲洗，通过从一侧鼻孔冲洗到另一侧，可以清除通常漱口时无法清洁到的鼻腔，特别是上咽部的污垢和有害物质，从而减轻鼻腔负担，预防炎症和疾病。此外，鼻水也会被冲洗干净，鼻腔通畅，鼻呼吸会变得更轻松。这也有助于防止口呼吸，因此建议每天进行2到3次鼻腔冲洗，养成这个习惯。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